你有没有想过，人类接触那些改变意识状态的东西，其实远比想象的更早？啤酒的出现早于农业，麻类的人工种植甚至比小麦还早，就连茶最初也是一种发酵饮品。人类接触这些改变状态的东西，历史远比想象更久。这些物质在自然界中随处可见，比如麻类、苦艾、佩奥特仙人掌，它们一直就在那里。已有数千种野生动物被记录会主动接触这些物质，并受到影响。鸟类会因某些种子兴奋，大象会寻找发酵果实。和性饥饿、口渴一样，这种倾向似乎难以压制，是一种生物层面的本能。但从进化角度来看，这一点却很难解释。吃了发酵果实的鸟类会神志不清，一头撞向窗户；迷失方向的猴子会无视幼崽，最终落入捕食者口中。这类物质十分危险，甚至会带来死亡。如果人类真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种行为为何没有被淘汰？民族植物学家乔乔·塞雷纳认为，这种风险是值得的，因为这种体验能促进横向思维。横向思维就是跳出固有框架思考。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一个物种很难为旧问题找到新解法，最终可能走向灭绝。因此，这种体验或许是一种进化策略，对人类进化影响深远。由此引出一个大胆的理论，会不会正是这种体验推动我们从原始猿类进化成了会使用工具的人类？石原假说提出，裸盖菇素蘑菇推动了人类进化，让我们更聪明，社交更复杂，发展更成功。事实上，在人类祖先演化的环境中，这类蘑菇分布广泛。像南方古猿这类早期人类以植物为食，蘑菇自然也在食谱之中。远古人类接触过这些蘑菇，并体验过它带来的意识变化，是很可能发生的。提出石原假说的特里麦肯纳认为，早期人类食用这些蘑菇，在狩猎和采集时会获得优势。研究认为，它可能提升对边缘的感知能力和视觉敏锐度，帮助更高效地获取资源。同时也有说法认为，它可能影响繁殖行为，而更高剂量下会削弱自我意识，让群体更无私，更容易协作。这些蘑菇一直存在，祖先也确实接触过，它们改变了人类的意识。那么，是它造就了人类吗？但这一假说在学术界遭到严厉批评。首先，相关研究并不支持它有利于生存。其次，关于繁殖方面的说法缺乏证据。更关键的是，这种效果是暂时的，无法遗传给后代。学术界否定这一假说，并不是因为远古人类没有接触过这些蘑菇，而是因为它的作用被夸大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祖先获得横向思维，从而发明工具，制定策略。所以问题依然存在。它或许不是唯一原因，但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吗？裸盖菇素是目前已知最强的意识改变物质之一。在艰难时期，它或许帮助祖先为古老问题找到新的解决方式。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这种影响很难完全否认。我也常会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群直立人围坐在非洲的土地上，周围是巨型狒狒和类人猿，手里只有一根木矛，而你正处在一种意识变化的状态中。越深入了解人类进化，这个过程越显得神秘。蘑菇的故事也许只是开端，随着人类发展，这种体验逐渐形成仪式。萨满教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灵性修行方式之一，其核心建立在意识改变的状态之上。萨满们会借助特定物质，配合舞蹈与鼓乐，进入所谓的灵界，再将获取的经验带回族群。这和我们之前谈到的横向思维类似，只不过现在它有了更系统的形式。我们最早的证据来自大约4万年前的欧洲，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骨笛、人兽混合造型的雕像以及抽象的洞穴壁画。人兽合体的形象被认为是萨满教存在的重要线索，因为在传统仪式中，萨满往往会穿戴动物造型的服饰，以获取象征性的力量。可以推测，在那个时期，这种信仰已经在多地传播，而相关仪式中很可能会涉及一些能够改变意识状态的物质。直到今天，西伯利亚的萨满仍沿用食用蘑菇进行仪式的传统，其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冰河时代。而北非一处惊人的遗迹让这种关联更加直观。在撒哈拉沙漠的泰西里阿基尔高原，有一幅内容复杂的岩画，一个戴着奇特面具的人物，周身布满蘑菇，手中也捧着菌菇。那些典型的圆形菌盖很可能就是裸盖菇。画面中的人物并非孤身一人，他周围的人们身着繁复服饰起舞，还有人在进行繁衍行为。整幅画面展现出一场完整的仪式，
所有参与者似乎都处在一种意识改变的状态。同一时期，西班牙的其他岩画中也出现了蘑菇的形象。在石器时代，这类仪式在全球范围内十分常见。还有一种在冰河时代就可能已经被人类利用的植物——麻类。早在人类出现之前，这类植物就已遍布欧亚大陆。大约200万年前，直立人走出非洲，我们的祖先开始与这种植物相伴而生。未经过人工培育的麻类中，相关活性成分含量较低，但含有能够缓解焦虑与不适的成分。它的种子可以食用，纤维还能制成绳索，对我们的祖先而言具有实际价值。但石器时代的人类真的会利用它来改变意识状态吗？近期的 DNA 研究显示，约12000年前，这类植物逐渐出现分化，一类主要用于纤维用途，另一类则与特定文化或仪式活动相关。这意味着在末次冰期结束时，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培育这种植物，用途也逐渐增多，部分类型可能被直接食用或用于仪式。大约12000年前开始的培育历史，使其时间甚至早于多数粮食作物，它也可能是人类最早开始培育的植物之一。关于其最初的起源地点，目前仍存在争议。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可能在东亚。目前最早的直接证据来自日本附近的隐岐群岛，人们在贝丘遗址的陶罐中发现了10200年前的种子。古中国与古印度的文献中也都有这类植物在仪式中的记载，其他文明亦有类似情况。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录中亚斯基泰人的做法，他们取一些种子投入烧热的石头上，让烟雾弥漫整个帐篷，然后沉浸其中。这些以其热闻名的族群在相关记载中也表现出类似行为。随着贸易往来，这类植物逐渐传播至欧洲与非洲，成为多种仪式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现象就显得很有意思：人类较早开始培育的植物之一，并不仅仅用于获取食物，也可能与文化或仪式有关。而下一个例子同样值得关注。有观点认为，人类对稳定酒精来源的需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明的发展。酒精是最古老的意识改变物质之一，野生果实会自然发酵，黑猩猩也会主动寻找这类食物，其摄入量大致相当于一定量的酒精。我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类似行为。后来，人类逐渐掌握了更高效的方法。约15000年前，黎凡特地区的纳图夫人开始大量采集野生谷物，用石具将其研磨成粉，获得高热量食物。谷物加水制成稀粥，放置一段时间后会自然发酵成酒。我们并不只是依靠推测，科学家已经在黎凡特地区发现了距今13000年的啤酒残留。海法洞穴中的石臼被凿在洞底，人们曾在这里研磨小麦和大麦，并进行发酵酿造。这说明啤酒的出现比农业甚至比文明还要早上几千年。想象一下，13000年前，人们围坐在洞穴里自酿啤酒，一起分享。这个画面听起来确实很惬意，但也正因为如此，啤酒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哥贝克利石阵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它证明早在文字与文明出现之前的数千年，人类就已经开始聚集并建造大型建筑。而最新研究认为，这里或许还具备另一种功能，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聚众饮酒场所之一。遗址中没有长期居住的痕迹，却发现了大量动植物遗存，而且都经过处理，其数量之多表明这里曾举行过大规模集体活动，其中很可能包括发酵饮品的制作与使用。在哥贝克利石阵的多个空间内，考古人员发现了槽状石灰岩器具，这些器具嵌入地面，共发现6个，总长度约160米。在器具底部检测到灰黑色残留物，化学分析显示，其中包含谷物糖化与发酵过程中产生的物质，这被认为是酿造发酵饮品的重要证据。尽管也有观点认为，类似的痕迹可能来自加热后的谷物糊状物，这一发现仍存在争议，但多项证据让不少学者倾向认为这里曾进行过发酵活动。当时的饮品酒精含量大约只有 2% 左右，但考虑到古人缺乏相关适应能力，同时单个容器的容量可大约40升，其影响依然十分明显。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类发酵饮品不仅具有社交意义，相比自然水源也更加安全，同时还能提供一定能量。这些器具周围通常设有可供多人围坐的平台，很可能是进行集体活动与交流的场所。在这样的空间中，人们围聚在一起进行饮用与交流，很可能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形式。
这些集体活动的意义也十分清晰，它们能够聚集人群，维系关系，促进信息交流，同时也为搬运和建造巨型石结构提供了人力基础。为了支撑这种规模的活动，人们需要稳定获取更多谷物与肉类，这种需求可能反过来推动了动植物的培育与利用。基因研究显示，单粒小麦与二粒小麦的早期培育很可能就发生在戈贝克里什镇附近，这也让人产生一种推测，农业乃至后来的文明发展或许与这些集体活动存在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某种发酵饮品可能在早期社会结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与接下来要提到的美洲发现相比，这些现象显得还不算极端。在南美地区，从17世纪开始，人们就已经接触并利用多种具有明显生理影响的天然物质，其中一种典型代表来自一种广泛分布的植物叶片。这种植物在南美各地普遍存在，直接咀嚼叶片可以带来温和的提神与舒缓效果，而古人也逐渐发现了增强其作用的方法。考古学家在一处距今约8000年的居住遗址中发现了这种植物的叶片残留，同时还伴有方解石碎片。这种矿物可以帮助释放叶片中的活性成分，两者同时使用会产生更强的生理反应。遗存特征显示，当时整个群体可能会聚集在一起，共同进行这种行为，而这一时期恰好与当地早期农耕发展的时间相吻合。安第斯地区的早期农业发展可能与这种植物的使用存在一定关联。随着当地文明的发展与更替，这类植物的使用始终没有中断。古代陶器上常能看到人们鼓起脸颊咀嚼叶片的形象，相关证据表明它逐渐成为复杂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引出了考古史上一项极具冲击力的发现：安第斯山脉的儿童献祭遗骸。1999年，人们在南美安第斯山脉的一处高峰上发现了一处石质建筑，内部保存着3具儿童遗骸。由于环境寒冷干燥，这些遗骸保存状态极佳，仅有1具受到雷击痕迹。孩子们身边还放置着贵金属雕像及其他陪葬品。检测结果显示，这些儿童死于约500年前的一场宗教仪式。在此之前，他们被喂食了大量植物叶片与发酵饮品，随后在高海拔环境中进入沉睡状态。这种仪式在当时被认为与祈求健康、丰收和气候稳定有关。尽管从现代视角来看难以接受，但在古代世界不同地区都曾出现过类似的献祭行为。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考古学家在秘鲁瓦查遗址的发现，这里曾是约2000年前纳斯卡文明的重要宗教中心。极度干燥的环境使这些遗体自然保存下来，形成了类似木乃伊的状态，其中有一部分个体还被处理成特殊的头骨形态。正是这种良好的保存条件，让研究人员得以对22具古人的头发进行化学分析。结果显示，这些人不仅接触过此前提到的植物，还使用过另一类作用更强的天然混合物。这类混合物包含极为复杂的活性成分，会对人的感知与意识产生显著影响。有使用者曾描述，在这种状态下，人会产生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感知体验，甚至感觉自己进入了某种非日常状态。研究人员认为，在相关遗址中，这类混合物很可能被用于仪式过程中，用来安抚个体，使其进入一种特殊状态，然后再进行后续的仪式行为。这类材料需要从遥远地区获取，说明当时的人群之间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交流网络。在长时间的发展中，这类物质被反复应用于仪式之中，其作用在特定群体中被不断强化。不同地区的人群也发展出了多种使用方式，例如通过混合不同植物制成饮品，或借助燃烧后的气体进行吸入。这些方式通常都需要在特定引导下进行。考古学家还在南美一处遗址中发现了一种由动物骨骼制成的器具，内部残留物表明其用途与吸入某类植物混合物有关，这一遗存的年代可追溯至4000年前。这说明这类实践在当地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在更早的时期，美洲地区还存在另一类影响更强的天然植物，这种植物外形并不起眼，但内部含有高度活性的成分。原本这是植物用来抵御动物啃食的一种机制，但人类逐渐发现了它的特性，并将其纳入特定的文化实践中。考古发现显示，在北美地区，早在约5500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类植物。相关记录表明，它常被用于仪式场景之中，由特定身份的人负责引导，用于医疗与精神层面的活动。这一传统延续时间极长，甚至可以追溯至冰河时代之后的早期人类社会。当外来文化进入这些地区后，当地传统曾一度受到冲击，这类植物的使用也被限制。
但部分族群仍然努力保留相关传统，并将其与新的信仰体系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相关记载中曾提到，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与更高层次的存在进行交流，这也反映出它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不过，这种与另一层面沟通的行为并不只存在于美洲，另一类植物可能对世界上多种重要宗教传统产生过影响。这种植物在自然状态下会产生多种具有强烈生理作用的成分，其未成熟阶段会分泌一种乳白色物质，经过处理后会形成一种具有显著影响的材料。考古证据显示，早在8600年前，这种植物就已经出现在欧洲多个遗址中，并可能被人类有意识地培育和利用。起初，人们或许只是食用其种子，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他特性也逐渐被发现。到了文明形成时期，这种材料已经被广泛认知。考古学家在古代遗址中发现了与之相关的神像与器具，部分形象甚至直接与这种植物有关。在一些文化中，它被纳入宗教仪式，用于特定阶层的精神活动。在一处约4000年前的宫殿遗址中，研究人员还发现了相关植物残留，同时出土的文字记录提到，祭司会在仪式中饮用某种特殊饮品，这些线索共同指向其在宗教中的使用。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之中，这些实践很可能对后来的宗教传统产生了一定影响。有学者认为，这类物质在古代世界中的作用可能被长期低估，它们不仅出现在仪式中，还可能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在现代社会，这种行为往往被简单的归类，甚至被贴上各种标签。但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从早期人类到不同地区的仪式传统，再到今天的各种社会习惯，这种改变状态的需求其实一直都存在。它不只出现在某个时代，也不局限于某种文化，而是贯穿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本身或许并不只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更像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人类行为模式。那问题就来了，推动人类一步步走到今天的，真的只是理性吗？